那我们在上一个视频里边给大家讲了叫 Tcache 这样一个技术。那其实呢，它是通过输入信号，然后来判断是不是要重新缓存，从而提升采样的效率，节省采样的时间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来讲一个相似的技术这个技术呢叫 WaveSpeed， 当然它是 ConfUI 的一个扩展。其实它原始的论文呢来源于这儿就是一个并行的注意力机制。这个技术的话呢也非常有意思。下边呢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原始的这个论文的内容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里边的内容其实是比较多的，它主要是在多 GPU 上进行注意力机制的这种优化。但是呢，这里边用到了一个关键的点就这个点叫 First Block Cache， 就是动态缓存的一种技术。其实呢，也是对缓存的一个优化。下边我把它翻译一下，大家看一下。第一句话就非常有意思它其实是受这个 Tcache 的启发。改进了一种新的算法，叫做 FB Cache。FB 的意思指的是 First Block。那为什么叫 First Block 我们都知道，那么整个的 DIT 的模型呢，都是一个 Transformer 的结构，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注意力的机制。那注意力呢，会有很多的残差网络，那当然也会有很多的块。它会认为，如果我们拿这个当前的这个 Transformer 块的残差输出和之前的那个输出进行对比，看这个差异。那么这个跟那个 Tcache 稍微有些不同。Tcache 的判断是否要进行重新缓存的信号是什么呢？是输入，就是输入之间是不是有差异。而这个呢，变成了第一个残差网络的输出和之前的那个输出之间的差值。那这样来看的话呢，一个是输入，而一个是输出。而这个输出呢，为了保证它更有效率，它并不是计算所有的输出，因为计算所有输出就代表着我们其实已经运算完了嘛。所以说呢，我只用第一块的输出。这样的话呢，其实思路是一样的，只是这个缓存是不是重用的标准不一样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会觉得异曲同工，最终的效果呢应该差不多。那么我们就最终测试来看呢，应该是 WaveSpeed 这个技术更有效，或者是说是第一块缓存，就是 FB Cache 这个技术它更加的有效。那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它的这个内容。那这里边呢，它主要实现了3个一个是 Flex 的，一个是 LTXV 的，还有一个是 SDXL 的，但是并没有会员的。但是呢，它的原始的论文当中是有会员这个内容的，我觉得呢可能很快就会加上。它的安装呢，其实跟谁也很像呢？跟 Tcache 也很像，不用安装扩展直接把它下载下来，然后重启你的 ConfUI 就可以了。这里边最主要的节点就是这个东西，叫 Apply First Block Cache。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应该是之前的版本，如果我们现在去增加这个块的话呢，它相应的参数会多一些。另外的话呢，这里边还有一个叫 Touch.compile 技术。其实这个技术呢，在其他的节点里边也实现过。它主要呢是为了将这个模型进行编译，你可以认为将模型进行缓存。它在第一次加载的时候呢，运行的时间会很长，但是后续就会很快。这个就看你用不用了我在这儿呢就暂时不用了。我们重点还是看这个第一块缓存这个技术。好，下边呢我们就来看 Flex。大家看到这是一个标准的 Flex 的工作流，跟我们之前用 Tcache 这个生成的是一模一样的。我这儿有一个块，就是这个 Apply First Block Cache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跟它的截图呢就稍微有些不同。那注意这个块在用在 Flex 和 LTXV 甚至后续会员或者是 SDXL 上的时候，它哪个会不一样呢？重点是这个阈值是不一样的。这个跟那个 Tcache 也很像。我现在它是禁用的，然后呢工作流里边我用了小红书的 LoRa。然后分辨率呢是720×1280。好，下边呢我们来跑一个图，大家看一下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是这个最终的效果。那下边呢我们启用一下它，然后呢我们重新采样，大家看一下速度非常的快。这个也可以当然变化也会比较大，但是速度的确是快不少。那我们来看一下速度上的差异一个是用了17秒，一个是用了50秒，其实跟 Tcache 呢也非常的接近。
这就是 Flux 上的表现。好，下边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LTXV， 同样这个是一个 LTXV 的标准的工作流，这儿我用的是 0.9.1 的这个模型，这个我就不调了啊。同样 T5 的这个编码器呢，我们用的是 FP8 的，然后这个块呢我目前没有起作用。这个是97帧，然后分辨率和之前的那个 Tcache 稍微有一些不同，我这儿用的是768×512，然后呢30步采样啊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采样的速度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是生成这个效果，这儿有 watermark 是吧？有文本产生，不用管它。下边呢，我们把它保存一下，方便对比效果。然后我们启用 bypass。你注意啊，这个时候呢，同样是这个节点，但是这个阈值呢不太一样。那么对于 LTXV 来讲呢，应该是 0.1， 而对于 Flux 来讲呢是 0.12 啊，稍微有些不同。那我们同样看一下速度上的差异，你会发现同样是这个要稍微模糊一点。但是整个的细节上或者整体的表现上来讲呢是完全统一的，我觉得表现上和 Tcache 呢基本上也可以持平。下边呢我们再测一下图生视频，我们在上一个视频当中给大家讲的时候讲到了 Tcache， 但是并没有用图生视频给大家去测啊，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们就给大家测一个。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加一个节点LTXV， 这儿有个叫 Image to Value 啊，属于 ConfigUI Call， 就是核心的这个功能。然后呢，我们需要将 condition 的部分给它连过来，这儿再连回去。在这儿的话呢，我们需要指定它的宽啊、高啊以及针的这个长度啊。那所以说呢，这个其实是不需要的。那我们这儿呢就需要给它替换掉。那现在呢，我们需要一个 VE 和我们的 image。这个 image 的话呢，我们这儿给它改一下啊，我改成512×768。那我们上传一张图片，那我随便传一张啊，这是我之前用会员生成的一个视频的手帧。那你注意，它由于是要求512×768嘛，所以说我们可以把它 resize 一下，然后再去剪切。太麻烦是吧？干脆我们直接给它连过来，然后我这儿给它改成它的大小就行。那我们这儿用 get image size， 然后把宽连到这儿，高连到这儿。视频效果可能会受一定的影响啊，但是我觉得影响呢应该不会特别的大。我们重点验证这个 Tcache 是不是有效啊？那我们进到提示词里边使用一下 LTXV 的提示词，当然也可以使用我们这个综合提示词。但是不太好的地方就是 LTXV 呢，它这个对于运镜啊，还有这个画面的切换呢，要求是比较严格的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这儿还是用 LTXV 的提示词啊。这个提示词呢，我们就用它就可以了，因为这张图片和之前那张图片其实是关联生成的。当然你可以自己上传一下啊，这儿我就不传了，我直接给它换掉。然后呢，我们先把这个节点禁掉，生成一个。再看一下这个动作比较小是吧？动效比较少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来换一下，就用我们这个综合提示词系统来试一个啊。这个我也有这张图片，我们找一下，我们传一下吧。我们生成了一段提示词啊，我们把它 copy 过来，我们用这个更加有动感的提示词来生成一下啊，可能会好一点。有可能出现镜头的切换啊，如果那样的话呢，其实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。再看一下这个动效就多很多，果不其然出现了动作的切换啊。其实呢，在这个综合提示词系统里边呢，我们重点是为会员训练的啊，但是会员对于这种镜头啊、转场它其实没有太多的要求啊，但是 LTXV 的表现就稍微差一些。虽然用这个提示词系统那会有更多的动感，但是很容易出现刚才看到的那个情况。这个跟我用不用LoRa 呀，跟用不用缓存技术这个没有关系啊。你基本上所有都去掉，那么它也容易出现这个镜头切换的这个效果。所以说呢，用专门的 LTXV 的提示词系统，就是我们用
论文上的那个提示词工程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生成的提示词呢，相对稳定啊，但是动效会比较少。而我们改进的这个提示词系统，这个系统我也有专门的视频去讲啊，大家可以去看，包括之前这个提示词系统是怎么来的，你都可以在之前的视频找到啊，这儿我就不细说了。那我们还是看这个效果，它在后边的确出现了镜头切换的这个问题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可以把这个给它启用一下，那我们再来生成一下。哎，这个时候出错了啊，那也就是说这个它支持的不是特别好。那我们来看一下 Tcache 有没有问题啊？对吧 ？Tcache 的时候这个值呢是 0.06， 当然这个类型呢我们需要选成 LTXV。那我们看一下它对于这个图生视频是不是有效？那就说明我现在工作流没有问题啊，那就是这个还有待提升。就 Wave Speed， 那就是这个对于文生视频是有效果的，但是图生视频就会出错，这个也在我的意料之外啊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不可以的啊。但是报错现在又不一样了，可能是混用了之后出现的问题啊。我们把这个都清掉啊，重新来一遍，我们看一下直接跑能不能跑过去，应该是有问题啊。那换成了 Tcache， 刚才我们测试过啊，就没有问题。所以说呢，大家看一下在适用性方面的这个节点可能还是需要再改进一下的，并不能非常好的适配这个图生视频这个场景，或者叫这个工作流。但是 Tcache 表现的还是挺好的。当然大家看一下，在 Tcache 里边呢，好像没有镜头切换的这个问题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我个人觉得加速效果可能两者差不多，就适用性来讲呢 Tcache 可能还更好一点。当然准确的来说，并不是说 FB Cache 啊，就是第一块的这个缓存技术有问题，只能说它目前实现的这个可能需要调整啊，是它扩展的这个问题，就是它程序可能写的不是特别的到位啊，它只考虑了文生视频，没有考虑到图生视频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呢，其实通过了 Flux 和这个 LTXV 给大家对比了一下啊，其实是在有意无意的去对比 Tcache 和你叫 Wave Speed Up 也好，你或者叫 FB Cache 也好，那么这种技术的一个差异，因为它本身同源嘛，所以说呢，差别不是特别的大啊。如果你想更保险一点的话呢，你可以采用 Tcache 会更好一些。好，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，关注我，做一个懂爱的人。